朋友们，我是颐养晚年的陆星。今天我想聊一个比保健品更实在的话题。您是否感到父母退休后花钱越发节省，自己也担心未来仅靠退休金生活会不会拖累子女，降低生活质量？钱不够就跟我说，子女常这样讲，而父母总回答够用，你好好的就行。这份彼此隐瞒的爱与忧虑，背后藏着许多无奈。但我想告诉您，政府为普通人，尤其是长辈，准备了不少隐形支持，只要符合条件，每月可能多领几千甚至上万元，像一份额外的养老工资，直接到账。很多项目无需重病或残疾即可申领，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吗？请您先别摇头，今天我请您耐心看完，我将像剥洋葱一样，把那些散落在政策中因不知道而错过的福利，清晰摆在您面前。我会说明这些福利的名称，谁能领，能领多少，以及最关键的那张不需要残废也能领的证明究竟是什么，该怎么办理。看完您会发现，国家为长辈晚年幸福的考量远比我们想象中周到，我们缺少的往往只是一点信息和一张通行证。在开始之前，如果您的家里有老人，或者您自己也关心未来的养老规划，请一定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并开启小铃铛。如果您觉得我们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请在评论区输入1，这是对我们这份坚持最温暖的支持。也欢迎您在留言区分享您所在地的经验，或许就能帮到另一个迷茫的家庭。好了，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首先，我们必须彻底搞清楚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明明有这么多好政策，我们绝大多数人，包括我们的父母，却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觉得那肯定轮不到我。为什么这些能实实在在改善生活的钱，就像藏在深山里宝藏，无人问津呢？从表面上看，原因好像很简单，政策文件太复杂，专业术语看不懂，办事流程怕麻烦。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更深层的原因，我觉得有3个，大家听听看是不是这个理儿。第一个深层原因，信息壁垒和不麻烦子女的心态。咱们的父母辈，很多获取信息的渠道还停留在电视、报纸和邻里闲聊，而政府的很多专项补贴发布在官方网站、社区公告栏，或者需要通过手机 APP 申请。这对不擅长使用智能手机的长辈来说，就是一道无形的数字鸿沟。他们不是不关心，是真不知道去哪里看，怎么看懂。另一方面，长辈们骨子里有一种倔强，怕给子女添麻烦。他们觉得，为了不一定能办成的事，让工作忙碌的子女请假、跑腿、托关系，心里过意不去。于是，很多消息听个一知半解，心里琢磨着，估计条件很高吧，算了，太麻烦，就自己放弃了。这种不知道，加上怕麻烦，让多少福利静静地躺在政策条文里，无人认领。第二个深层原因，对补贴的刻板印象，总觉得是救济穷人的。一提到政府补贴、补助金，很多长辈，甚至我们年轻人，第一反应就是，那是给低保户、无保户、残疾人的，我们家庭健全，有退休金，怎么好意思去领？这种观念可以说害人不浅，它让我们自动屏蔽了一大批名为津贴、补助时则是福利或褒奖的项目，比如高龄津贴，只要活到一定岁数就有，是对长寿的褒奖；比如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是对当年响应国家政策家庭的补偿；再比如退役军人、老党员、老劳模的补贴，是对他们贡献的铭记和关怀。这些跟贫困、残疾没有必然联系，它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层面的尊重和回馈。我们自己先入为主的不好意思，等于亲手关上了改善生活的一扇门。第3个深层原因，办理过程的神秘化和畏难情绪。哪怕听说了某个补贴，一想到要去街道、跑社区、填表格、开证明等审核，很多人头就大了，脑海里浮现的是冰冷的柜台、不耐烦的工作人员、来回折腾的疲惫。这种畏难情绪，让我们宁愿选择维持现状，也不愿去尝试碰钉子。其实，现在政务流程简化了很多，很多地方都有一站式服务，或者可以委托办理，但我们因为不了解具体步骤，把困难在想象中放大了10倍。如果您家的情况符合上面任何一点，今天的内容就请您格外留心了，因为这不仅仅是错过一笔钱的问题，更是错过了国家赋予您的一项合法权益，一项能让晚年过得更从容、更有尊严的保障。好了，
理解了为什么不知道，我们就要主动出击，去知道并且拿到。下面我就给大家系统性的梳理一下那些可能被您忽略的每月都能领的真金白银。我把它们分成3大类，一类是人人都有机会的年龄红利，一类是面向特定贡献群体的荣誉津贴，还有一类是针对实际生活困难的扶助补贴。我们一类一类来说，您对照看看家里老人可能符合哪一条。第一大类，年龄红利，只要你活得够久，国家就给你发奖金，这一类是最公平、最普惠的。它的核心逻辑就是年龄本身就是资格，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高龄津贴。这个政策在全国绝大多数省市都已经建立，但具体发放年龄和金额各地不同。您可以把高龄津贴理解成国家给长寿老人的一份生日礼物和荣誉红包，它不像养老金那样需要您之前缴过费，它纯粹是因为您健康长寿，社会对您的祝福和关爱。目前普遍的执行标准是，大多数地区从80周岁开始发放，每增加一个年龄段，津贴金额会上调。比如，很多地方是80到89岁，每月100元；90到99岁，每月200元；100岁以上，每月500元，甚至更高，像北京、上海等地，100岁老人每月能拿好几百甚至上千元。这笔钱看起来每月不多，但一年下来也是1-2千块。关键是它细水长流，只要人健在，每月都有，是对基础养老金一个很好的补充。但这里有一个巨大的信息差，很多地方已经把享受高龄津贴的年龄门槛降低到了70岁，甚至65岁。尤其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和城市，为了体现对老年群体的关怀，年龄要求放得很宽。比如深圳、杭州等地，70岁以上的户籍老人就能领到不同档次的高龄津贴。所以千万不要想当然的以为得到80岁再说。第一步就是立刻去您或您父母户籍所在地的社区、街道办事处，或者直接打电话给当地的民政局、老龄办，问一句：咱们这儿多大岁数可以申请高龄津贴，每月多少钱？就这一句话，可能就打开了一扇每月多领几百元的大门。除了按月发钱，很多地方还会在老年节、春节等节日给高龄老人发放节日慰问金或食物，这也可以看作是年龄红利的一部分。所以年龄在这里真正成了财富。第二大类，荣誉津贴，国家没有忘记你的贡献这一类补贴，是针对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过贡献的群体。它不仅仅是一笔钱，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和认可。如果您家老人属于以下几类，请务必高度重视。首先是退役军人优抚金，这里范围很广，不仅仅是伤残军人才有。从2019年开始，国家大幅提高了部分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的抚恤补助标准，像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参合退役军人、烈士老年子女等，都有相应的定期生活补助。这笔钱每月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根据身份、地域、入伍时间等因素确定。很多老兵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个政策，或者以为必须伤残才有。其实只要符合上述身份，携带身份证、户口本、退伍证等相关证明，到户籍所在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登记申请，通过审核后就能按月领取。这是国家对他们保家卫国贡献的铭记。其次是老党员、老劳模等补贴，一些地方对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获得省级以上劳动模范称号的老同志，会发放定期的生活补贴或荣誉津贴。虽然可能不是全国统一政策，但在很多省市是实实在在执行的，金额从每月几十元到几百元都有。如果您家老人有这些荣誉身份，不妨多问一句所在的党组织或工会组织。还有一项覆盖人群非常广的是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这是针对那些在计划生育政策时期自愿只生一个子女或2个女儿的家庭，夫妻年满60周岁后可以领取的奖励金。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和部分城镇地区都有这个政策，一年下来，夫妻2人能领到1-2千元。虽然单看不多，但这是对当年响应国策家庭的一种长期承诺和补偿。需要提供的核心证明就是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如果证件丢失了，可以去原办理单位或档案馆查找存根，开具证明。
第三大类，扶助补贴。针对实际困难的雪中送炭这一类，确实是面向生活有实际困难的家庭，但它的认定标准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宽泛和人性化，绝不仅仅局限于残废或低保户。核心代表之一是长期护理保险待遇，这个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它正在全国越来越多的城市试点和推行，未来很可能成为养老保障的第六险。它针对的是因年老、疾病、伤残等原因导致生活长期不能自理，需要他人照料的参保人。重点来了，它评定的核心不是得了什么病，而是失能状态，也就是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的程度。评估通过后，它不直接发钱，而是报销大部分专业机构护理的费用，或者直接提供上门护理服务，折算成现金，每月可能价值几千元。这极大地减轻了失能老人家庭的经济和照护负担。申请的关键就是那张长期护理需求评估证明，由专业评估人员上门评定等级。很多中风后遗症、重度关节炎、帕金森病的老人，即使意识清醒，但穿衣、吃饭、如厕需要人帮助，就可能符合条件。另一个是残疾人两项补贴，即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这里要打破一个误区，不是所有残疾人都能领两项。生活补贴主要面向低保家庭中的残疾人，而护理补贴面向残疾等级被评定为1级、2级的重度残疾人。但是，很多老年人随着身体机能退化，可能符合办理残疾证的条件，比如听力、视力严重下降、关节严重变形等。一旦办理了残疾证，并被评定为重度残疾，就可能享受护理补贴，每月也是一笔固定收入。所以，如果家里老人有比较严重的功能障碍，别轻易下结论说老了都这样，可以去残联指定的医院做个评定，万一符合标准呢？此外，还有针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的养老服务补贴，一些地方对低保、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高龄老人会发放用于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补贴券，可以用来请钟点工、送餐、康复理疗等，这等于变相发钱。讲到这里，您可能已经有点眼花缭乱了，别急，我们现在就进入最关键、最核心的实操环节，那张神奇的证明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拿到它？这张证明不是某一张特定的纸，而是一个身份或状态的官方认证凭证。它就像一把钥匙，能帮您打开领取上述各类补贴的大门。根据您要申请的补贴类型，这把钥匙也不同。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最主要的几把钥匙和它们的打造流程。的一把钥匙，身份证和户口本，这是基础中的基础，证明你是谁和你在哪。高龄津贴、大部分荣誉津贴和扶助补贴的申请都离不开它。第二把钥匙，特定身份证明。申请退役军人补贴，核心是退伍证或能证明退役军人身份的其他档案材料。申请计划生育奖励，核心是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申请老党员、老劳模补贴，核心是党组织关系证明、荣誉证书或档案记载。申请残疾人补贴，核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这里重点说一下残疾人证的办理，因为它可能颠覆很多人的认知。办理流程大致是：第一，申请，由申请人或其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户口本、近期白底证件照，向户籍所在地的乡镇街道、残联或县级残联提出申请。第二，评定，残联会指定专业的评定机构，通常是医院的相关科室，医生会根据国家标准对申请人的身体功能状况进行评定。评定的核心是社会参与能力受限的程度，而不是某个具体疾病的名称。比如，一位因严重关节炎无法独立行走、如厕的老人，即使思维清晰，也可能被评为肢体残疾2级或3级。第三，审核发证，评定结果符合标准，经过公示审核后就能拿到残疾证。整个过程除了必要的体检评定费，办证本身是免费的。拿到证，尤其是重度1、2级残疾证，就具备了申请护理补贴等福利的资格。第三把钥匙，也是潜力最大的钥匙，长期护理需求评估证明。这是申请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的通行证。办理流程通常是：申请，向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或委托的商保公司提出申请，上门评估，专业的评估团队包括医护人员等会预约上门，使用一套科学的评估量表，对老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如吃饭、穿衣、
上下床、无厕等、认知能力等进行现场评估打分。出具结论，根据评估分数确定失能等级，通常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达到中、重度失能标准即可享受待遇。这张证明的意义在于，它将照护需求从疾病中剥离出来，更加关注老人的实际生活状态。很多患有多种慢性病、身体衰弱但未达到残疾标准的老人，通过这个评估，反而能获得重要的支持。如何高效地获取这些信息和办理证明呢？我给大家支几招：主动询问，找准门路，别怕，直接去社区居委会或街道办事处，找负责民政、老龄、残联、卫健的工作人员咨询，他们是最了解本地具体政策的人。去之前，可以先打个电话，问问需要带什么材料，避免白跑。善用线上渠道，很多城市的政府 APP、微信公众号，如本地保、人社局、医保局官微会发布政策指南，可以让子女帮忙查找和关注。材料准备齐，一次搞定。去办理前，把可能用到的身份证、户口本、旧证件、病历、照片等都备齐，用文件袋装好。态度诚恳，耐心沟通，面对工作人员，清晰说明来意和家庭情况。如果遇到不太清楚流程的，可以礼貌地请教他应该具体找哪个部门或窗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几点提醒，请您一定要记在心里的一点：主动是拿到福利的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把这些政策当成是您和家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施舍。放下不好意思和怕麻烦的心态，为了父母晚年多一份保障，为了自己将来多一份从容，花点时间去了解和争取，完全值得。这份主动本身就是对家人最深切的爱和责任。第二点，打组合拳，叠加享受。很多补贴是可以同时享受的，不冲突。比如，一位85岁的农村老人，他可能同时符合高龄津贴，因为年龄、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因为是独生子女父母，退役军人生活补助，如果是老兵，这些钱加在一起，每月可能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补充收入，能极大改善生活。所以，不要满足于只申请一项，要系统的对照、排查。第三点，信息动态更新，定期关注，政府政策会有调整，补贴标准也会提高，不要以为办完一次就一劳永逸，可以和社区保持联系，或者让子女定期关注一下本地相关政策新闻，确保始终享受应有的待遇。第四点，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在办理过程中，任何要求您支付高额手续费、代办费的行为，都要高度警惕。正规的申请，除了必要的工本费或评定费，几乎没有其他费用。保护好个人证件和财产安全，通过正规渠道办理。朋友们，今天这一期关于老年人福利政策的超详细分享，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因为信息量确实很大，为了让大家更清晰，我再为大家快速梳理一下核心脉络。我们首先打破了补贴就是救济的思维定式，明白了国家有很多面向广大普通老人的普惠型、荣誉型福利。然后，我们系统了解了三大类隐形财富：凭年龄可领的高龄津贴，凭过往贡献可领的荣誉津贴，以及凭实际照护需求可申请的辅助补贴，特别是长期护理保险。接着，我们破解了核心的一张证明之谜，无论是身份证、退伍证、独生子女证，还是长期护理评估证明，都是获取支持的重要凭证。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家的长辈，也为未来的您增添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养老是全社会共同的事业，这些政策是国家伸出的援手，我们要做的是主动而稳稳地握住它。若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帮助，请分享给更多需要的人。您的一次转发，或许就能为一位长辈的晚年多换一份安心与从容。也请您订阅我们的频道，点亮旁边的小铃铛。在这里，我们会持续为您挖掘那些关乎切身利益、能提升生活品质的实用信息。在评论区输入1，让我们知道您也在关心这个话题，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愿每一位长辈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安心享受晚年的金色时光。我们下期再见。